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移民中介行业的一个新闻啊。上个星期的8月8号，上海警方宣布啊，上海某知名移民中介公司何某和孙某等5人，由于涉嫌跨境洗钱，被警方带走。这个新闻一出来啊，在整个移民中介行业就引起了一番地震呐。因为大家按图索骥啊，就猜出来这个何某是上海外联出国的董事长何梅。而外联出国这个移民中介公司啊，在中国开展移民项目啊，时间比较早，规模也比较大啊。他的董事长被带走，那你想想，整个移民中介的行业都为之一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消息传到境外之后啊，简中推特就有人评论说上海的警方为什么抓何梅呢？是想让何梅强迫他交出过去10几年啊办的所有移民客户的资料。那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这上海外联出国啊，这一家公司过去10几年至少办了可能有1万个客户啊。大多数中国的这些移民啊，多数都是移民不移居啊。他们虽然拿了美国的绿卡，可能还在国内生活。如果这些资料被警方拿走之后，那意味着什么？警方就知道这些人，你都拿了美国的绿卡身份啊，那有可能就对这些人一窝端。你不是想跑吗？你还想把资金都转到美国去，是不是？那我看让你们跑。所以啊，他就在整个国内啊，这些几万个移民家庭中间也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啊。我个人觉得，简中推特的这些评论呢，确确实实都没什么依据啊。首先啊，他们不太了解移民中介这个行业啊，在国内受到的监管情况。中国的移民中介行业在国内受到2个部门的监管，第一是工商局，第二是公安局。任何一个移民中介公司在国内任何一个城市要开设办公室，都需要在当地的警方交500万的保证金。这500万的保证金啊，就意味着你只要是办理移民客户过程中间出了问题，这保证金就被没收了。什么叫出问题呢？比如说你把贪官给办出去了，比如说你把刑事犯罪人员给办出去了，最后发现只要一例，500万保证金就没了。所以国内的移民中介公司是不太敢给所谓的贪官，也包括背景可疑的人办投资移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内的移民中介公司的客户资料啊，实际上对警方来讲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虽然警方不要求他们把客户资料交给警方啊，但实际上警方只要，没有任何一个移民中介公司不配合。所以警方根本不需要通过抓何梅的方式强迫他们交出来客户的资料。这一点啊，他们可能太不了解中国警方在国内的权利了，也太不了解移民中介公司他们面对警方的弱势的这个地位了啊。第二点，就是这个现在抓这几个人的理由是涉嫌外汇洗钱啊，这个对业内的影响和震动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国内所有的移民中介公司可以说都有相似的问题。因为你要办投资移民首先要把那个50万美金弄到美国去嘛。这50万美金加上一些管理费佣金大概要再加10万美元，就是60万美元。这笔钱怎么运出去呢？过去这些客户都是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因为中国的公民一年嘛，一个身份证可以换5万美金嘛，那么你找12个身份证就可以汇60万美元出去。但是前些年中国的外汇管理局就规定你这个境外的账户接收境内的这个汇款一个账户不能超过5个境内的账户汇钱。那你要想把60万美金汇出去的话，你至少要搞3个账户那就非常麻烦你想在境外搞3个账户，再把这钱归拢起来汇到美国。所以大多数移民中介公司在办投资移民项目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帮客户往境外转钱，要么呢是介绍地下钱庄，要么他们自己就直接帮客户换钱了所以这个如果要是真抓起来，可以说国内整个移民中介公司都会面临灭顶之灾。今天就着这个新闻我就来讲一讲中国的移民中介公司背后的这些秘密和黑幕The White-In Group consists of investment groups, education groups, and overseas consulting groups. We have over 500 full-time employees and over 30 branches in major cities around the globe. The president, Ms. Hermé, met face-to-face with numerous heads of state,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o discuss laws for immigrants. 首先就上海外联出国这家公司是在国内开展移民业务比较早的。他们是2005年就在国内推广了美国的EB5项目。所谓的EB5项目就叫投资移民项目这
这个EB5项目呢，是美国政府在1994年推出的一个绿卡计划啊，就是说全世界各地的人你都可以申请，你要在美国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啊参与投资，给美国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就可以，50万美金一个份额啊。但是这个项目刚出来的时候全世界应该说没有多少人感兴趣啊。从1994年到2004年这10年间，那么整个美国移民局发的这个EB5的绿卡一共加起来就是只有6000多例啊。所以这个项目一开始推广的非常不成功。但是到08年、09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美国国内由于08年发生了次贷危机，所以美国的地产商再想到美国的银行去贷款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因为次贷危机给美国的银行业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很多银行都差不多破产了。所以这些地产再到美国银行去贷款的时候呢，一个是利息变高了，平均大概7%左右。另外一个呢，多数银行都要求你地产公司的老板要为你的贷款提供无限连带担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项目如果要是亏了，你还不了银行的钱，你得拿你自己的钱去给银行还了。所以很多地产公司在美国银行拿贷款的热情也变低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人开始盯上了这个EB5项目，他们就找一些就是移民公司向全世界推广EB5的签证。其实那个外联出国他们就在这个时候跟这些项目结洽在一起，开始在中国推广EB5的投资移民项目恰好在08年左右中国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呢，中国开始有钱了嘛，由于这个加入 WTO 之后，国内的民间财富迅速增长。另外一个，很多中国的有钱人呢，基于国内的环境不太放心，总觉得拿了一个美国的绿卡呢，可以随时走这个比较安全还有一个，多数家庭办这个投资移民呢，他都是希望能够把孩子送到美国去接受教育。所以你看，美国的很多这个移民公司到中国做路演前几10-20分钟都是介绍美国的教育环境多么多么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对这个申请投资移民的人没有语言要求，而且对资金的合规性要求也非常非常低。相比于加拿大的、澳洲的那些国家的对于投资移民资金来源的项目审核合规性来讲，那美国的投资移民这方面的审核应该说是形同虚设所以就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热潮。从09年开始，光中国申请投资移民的这样的一个人一年就超过了1000人。到15-16年由于这个美国要马上对投资移民的项目进行变更那就进入到了一个疯狂期这2年每年中国申请投资移民的人都在15000人左右那大概就积累了5万个家庭申请美国的投资移民。但问题来了美国这个投资移民呢，美国的移民局每年给大家发的配额就是1万张，这1万张份额呢还按国家来分，每个国家只分7%。那你想想，中国有5万个家庭在等待排期所以最后就导致了现在的投资移民呢，你要在美国要平均排队10年才能拿到绿卡，就是这么一个局面那这是一个宏观的情况那真正的微观的情况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移民的公司愿意推广EB5项目？是因为EB5项目真的是暴利暴利到什么程度？它真的是跟贩毒差不多总数要花费到91万到92万美金。那其中这个80万美金是投资款管理费会在7到8万美金左右，然后律师费呢会在2万美金左右，材料费会在1万美金左右，申请费了1万美金。EB5 我们有的客户就一家办2个也有，钱要多的话就办2呗，大家在一起，你钱留着又没啥用，对吧？挣钱不就是为了用它吗？攒着就是一堆废纸。我这里给大家慢慢来讲首先EB5项目过去是50万美金，现在涨到80万美金了你去一家移民公司去咨询，他一般会给你讲，50万美金是投资额，是购买美国的一个基金然后呢，他要收取5.5万美元的这个管理费，基金嘛都要收管理费嘛然后呢，律师费是1万美金，然后申请费大概几千美元同时他们移民公司就只收1万美金的咨询费。你听起来是不是还可以移民公司给你做了这么多服务只收你1万美金的咨询费嘛？但我给各位讲其实移民公司赚的钱可不仅仅这1万美金真实的情况是那5.5万美金的所谓的管理费，
只要交给了基金公司，基金公司会全额返还给这些投资移民的这个移民公司，这是第一。第二，实际上律师费啊、申请费啊，很大一部分也会返给移民公司，再加上那1万美金的咨询费啊，所以你看到了吗？移民公司每办一单，就是50万美金的标的啊，它就可以挣到7、8万美金了。如果是80万美金的，它就可以挣到10万美金了啊。但这还不是全部，也就是说，你这50万美金实际上是购买的美国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私募基金。这个私募基金呢，是一般来说为期5年啊。移民公司啊，跟这个投资移民的家庭签署的这个一个协议里面呢，这些基金的年化回报率是0.5%到0.25%，但实际上每年给这些移民中介公司还要分利息，这个利息啊是年化4%起步，最高可以到8%。那你想想，你的一个客单是50万美金，50万美金就算4%的话，也要给这些移民中介公司再返2万美元，而且持续5年。持续5年就是10万美金，10万美金加上17万前面的7、8万美金，也就是说一单50万美金的生意啊，移民公司至少要赚到17、8万美元。如果要是按照8%的这个标准来算啊，那就可以挣到27、8万美元啊！你想想，这不赚发了吗？如果现在80万美金的话，那它可以一单可以赚30、40万美金呐。那紧接着问题就来了啊，那这些投资移民的项目，他购买的那些基金，他怎么会支持这么高的回报率呢？因为你想想，你要给他7、8%，那他这项目里赚多少钱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投资移民项目中间的黑幕啊。In the U.S., the Wyland Group has invested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over 70 programs, including Time Warner, Cleveland 9th and Euclid, Brooklyn Navy Yard redevelopmen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and infrastructure, Marriott Hotel at Johns Hopkins, and Klausner Group's lumber manufactory. 大家就是注意到啊，就是这个外联出国这个公司啊，它的推广的项目中间有一个项目，就是美国的纽约的哈德逊广场项目啊。这外联公司一家就给这个广场的项目募集了6亿美金。这6亿美金意味着什么呢？他就给1200个人啊办了这个投资移民。那这1200个投资移民中间啊，他们给这个项目方啊做的这个贷款呢，在美国被称之为夹层贷款。什么叫夹层贷款呢？就是说，你这些投资者，你购买的是美国的一家私募基金，这个私募基金再把钱贷给这个美国的项目开发商，那个贷给项目开发商的利息是多少呢？大家听的时候你不要奇怪啊，平均在15%到18%，这么高的利息啊！什么样的项目可以支持15%到18%的回报率啊？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啊，这些贷款过程中间是没有实物抵押的，抵押的是什么呢？是项目方的股权。所以这种项目在美国就被称之为夹层贷款。项目方的股权意味着什么？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项目失败了，其实那股权也就等于归零了，你就血本无归了。真实的这种一般的这种项目的贷款啊，我们都是要求实物抵押的。你实物抵押的话，你最终保证你的本金是安全的。但是股权抵押，就是如果这项目失败，你这整个的所谓的抵押物也就消失了，也就灭失了。所以这种抵押形同虚设。大家可以看到的这种夹层贷款了吧？这种夹层贷款在美国市场是没有任何人去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坑，这是一个雷。但是呢，中国的这些移民公司啊，就把这些夹层贷款项目呢销售给了中国的这些投资移民的家庭啊，而且呢，这些投资移民的家庭呢，只拿到了年化0.5%到0.25%，而在那个年化15%到18%的收益率里面呢，他们拿到了4%到8%，而这一切啊，所有的办投资移民的中国家庭是毫不知情的。最可怕的是啊，实际上这个基金销售呢，在美国规定，你在这个基金销售方的时候，要给这个所谓的投资者啊，要进行充分的风险告知。也就是专门有一个风险告知备忘录，在美国叫 PPM。所有的中国的移民公司啊，在给这些投资移民客户介绍的时候，
几乎100%都把这个 PPM 这份文件给藏匿起来了，就不告诉这些移民家庭啊。所以啊，你就知道了，所谓的中国这个投资移民就近乎于变成了一场巨大的骗局。就是这家上海外联公司啊，他们搞的哈德逊广场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从2020年开始，这个项目方就不再向这些投资者支付本金了，一直到2022年，他们就不再向这些投资移民的中介公司支付利息了。你可以看到了吗？他们在先不支付本金，后来不支付利息，这里头涉及到几千个家庭。就这一个项目，在全球招募了3000个1:5的投资项目。业内很多人都怀疑啊，就是这个项目一开始，这项目方就动了歪脑筋，就没打算还这笔钱。这个我们就没有这个证据了啊。但总而言之，上海外联出国的这1000多个家庭啊，这笔钱是还不上了。The New York Hudson Yards had a total investment of $1.3 billion, and $600 million of that was raised through the Weilian Group. Weili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Forbes, has produced 2 of the most authoritative industry study reports. What's more, President He, as the only Chinese expert to be invited to edit the EB5 handbook, has given developers and regional centers her instructions and suggestions. 其实这一次何没被抓，跟这有没有关系，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是这个确确实实啊，是业界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外界呢没有多少人关注啊。那么有人说了，那既然造成这么大的风险损失啊，那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要回来呢？我给各位讲，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这个夹层贷款呢，虽然说看起来像一个骗局，但是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下，它是完全合法的。实际上也有一些这个越南的、印度的这些投资移民的这个失败的人啊，去到美国去起诉啊，好像到现在都没什么结果。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这些投资移民的项目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才会起诉赢呢？第一，就是说这运作方存在着明显虚假的事实，比如说他收了这个钱啊，没有去盖酒店，他去直接买游艇了，这个有啊，也有一些过去华人的这个项目就是这么搞的啊，这个能打官司能打赢。第二，就是说你这个项目本身违反了美国的移民法律，除此之外你是告不赢的，它完全合乎美国的法律。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证券法呢只管的美国境内的基金销售，你在境外销售的这个内容啊，没有进行风险告知呢，犯法的是中国的移民中介公司，美国的法律也不管。所以理论上来讲，中国的这些血本无归的这些投资者啊，他们只能在中国去起诉中国的移民中介公司。但是由于中国的这些移民中介公司呢，销售的又是美国的基金呢，所以中国的法律对他们也很难监管。就由于中美两国啊这样的一个交叉法律的灰色地带，衍生出来了中国特殊的移民中介的行业啊，他们呢是真的是吃尽了暴利啊。我给大家算一下啊，你想一想，2015年到2016年中间啊，全中国大概每年有15000到16000名客户申请投资移民项目啊，每个客户就是50万美元呢。50万美元，这中间实际上最终移民公司要拿走差不多1/3的报酬到更高2/5的报酬啊。所以啊，这其实啊，中国排名前5名的移民中介公司啊，他们大概占据了整个移民市场的60%的份额。也就是说，一家移民公司排名前5的啊，仅仅靠投资移民这一个项目啊，一年可以赚到的流水就超过了2亿美元，2亿美金呐！它真的是跟贩毒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暴利市场啊。其实这里头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挣多少钱，更重要的就是这里充满了欺骗。就是我说的，美国的证券法规定，在这样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项目里头啊，必须进行充分的风险告知，但是中国的移民中介公司都不告知，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美国的法律啊，现在修改了啊，要求这些移民中介公司必须向这些客户啊充分披露你拿到的佣金，因为他跟客户讲，他的佣金就是那1万块钱的咨询费。现在美国移民局修改了，说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 K 表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给客户的真正收了多少佣金之后，你要告诉这个客户，然后交给移民局。但是啊，现在业界通行的做法都是什么呢？再成立一家影子公司，这家影子公司做过渡，
那家公司把 K 表报给这个美国移民局，而真正在中国境内啊销售这些所谓移民公司项目的移民项目的这些公司，还是不向客户告诉他们真实的佣金是多少，还是告诉他们只收1万美金。大家都知道了吧？中国的移民中介公司多黑暗。我过去上次曾经做过日本移民中介这个行业之黑幕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说王军你不对，人家移民中介公司做的就是一个信息差，做的就是一个服务，这个行业很正常嘛。说我自己老土，但是大家看看中国这些移民公司做的是服务吗？不是啊，它是利用中美两国的这个法律灰色地带，其实近乎从事的是一种欺诈行业因为这里头如果要是这些移民家庭他们真的知道这是一个高风险的项目，他们真的在投资了之后这个血本无归，那也是愿打愿挨。但事实上中国这些所谓的移民中介公司都没有进行充分的风险告知，同时他们是跟那些基金公司一起去拿了一个超高额的回报，同时所有的这些项目的风险都被这些投资移民的家庭承担了。这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的。我认为这就是欺诈，这实际上就是整个中国移民中介行业做的EB5投资项目过程中间的黑幕现在EB5移民的新法案呢，由之前的50万美金涨到了80万美金，再加上一些申请费用，整体算下来90万美金左右。其中80万美金是5年以后可以返还的，也就是说前后你只花了10万美金，全家都拿到了美国绿卡。新政下的 EB5 项目呢，目前正处于政策的窗口期，是申请美国移民一个史无前例的利好时期。如果你能抽到90万美金，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其余的事情交给我来做。接下来我讲一讲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这个行业是需要监管的，也需要整顿。就是你到底拿了多少佣金？你拿的佣金是10%还是5%，还是说1%？你要充分告诉这样的一个客户，因为客户看到了你真实佣金之后，才知道你这个服务项目本身是不是存在巨大的风险。假如说他知道了我投资了50万美金，你这个移民公司最后就拿了20万美金走，他自然就会想到这个项目的风险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他现在给客户告诉他们讲了只拿了1万美金，客户就以为其实他们投资这个项目的风险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这个项目本身的透明性是必须通过政府强制的方式来予以公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紧接着就是说，不管你在你中国销售的这个基金是美国的也好，还是中国的也好，你也必须进行充分的风险披露和告知。美国基金销售过程中间的 PPM 也就是风险告知备忘录必须在销售的过程中间同步向客户告知，这应该是一个强制的法律规定，但现在都没做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进行整顿和这个透明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如果想做投资移民项目的话，尽量要回避夹层贷款项目。所谓夹层贷款项目就是我说的就是所有的抵押物仅仅是项目的股权。这项目的股权不管是它是你的这个所谓的投资份额的这个几倍，你比如说你这个外联出国这里头，他讲的哈德逊项目，他就讲到了这股权的价值是你投资份额的3倍，但是这个毫无意义，因为一旦要是这个项目失败之后，公司破产了，你不管是3倍也好，30倍也好，就全部归零了。这里头如果你要想做投资移民你最好要选择那些有实物抵押的项目。这些项目上有没有呢？市场上实际上是有的，但是移民公司都不愿意给你推。为什么？因为实物抵押的项目收益率自然就低，那些所谓的基金公司给这些投资移民公司的返点充其量最高只有2%，但是你想像哈德逊这种项目呢，可以给到7%和8%。那对移民公司来说他就不愿意把实物抵押的项目推荐给大家。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实际上这些夹层贷款的项目早就该爆雷了。过去几年是因为美国碰上了一个资产泡沫化的时代所以很多极高风险的项目最后都安全落地了。这是50万美金呢，很多这些家庭就拿回来了但这不意味着将来会如此只要是夹层贷款项目未来所谓的风险会极其高如果大家要想去做投资移民的话，要用我的忠告，就一定要回避这个夹层贷款项目，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这次整顿的不是外汇洗钱吗？有人现在就分析啊，实际上中国政府啊，其实目的并不是为了整顿外汇洗钱，而是真的是要打击整个移民中介行业。因为移民中介行业啊，如果要是把钱堵住了，实际上这个投资移民就做不了了。因为你想想，按照中国的严格的外汇管制啊，你要想把80万美金再加10万美金、90万美金弄出去，现在比登天还难。如果没有移民中介公司来帮你啊，你至少在境外得搞4个、5个账户。那么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啊，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分析啊可能有道理，因为中国政府要整顿移民行业，并不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而是要把这个口子堵住。因为现在国内的经济不景气啊，如果你这些高净值家庭再通过移民的方式再跑掉，再把钱再给带走，那对中国经济不是雪上加霜吗？对吧？而且大家都知道，最近2年移民行业又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啊，就是移民又移居。因为10年前的中国的移民都是移民不移居，就是我办一个绿卡之后还在中国赚钱。但是现在不同了，很多人就是想跑，因为最近2年中国的情况把很多人吓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真的有可能收拾整个移民行业，但是呢，他又不能这么讲。如果这么讲的话，给人感觉这闭关锁国了嘛，所以就找了这么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说你去跨境洗钱了。这个理由非常充分嘛，只要把这个路子堵住，那你整个移民中介的行业，你基本上也就再难以做这样的生意了啊。最后我再讲一点啊。我估计啊，我今天这期节目做完之后，又要得罪一大批人和一个行业啊。大家都知道，我过去这1年的左右的时间得罪了很多人，说得罪了日本的中介，得罪了这个缅北诈骗集团，现在又得罪了国内的这样一个投资移民中介的行业啊。不过我不在乎，我认为作为媒体来说就应该这样，把某一个行业的黑幕啊、欺骗公众的那些内幕揭示出来啊，让更多的人不要上当。移民呢是一个正常需求，那么移民中介公司啊也是一个正常的职业，但是他们就应该通过正常的服务获取正常的回报。但是通过这种欺诈的方式啊，将客户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而自己呢跟那些基金公司啊，跟那些美国的所谓的不法商人之间勾结啊，自己获得超高回报啊，让客户承担极高的风险。我个人觉得这种行为就是应该把它揭露出来。至于后果嘛，只要有各位的支持，我都不在乎。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新政下 EB5 项目的目前正处于政策的窗口期，是申请美国移民一个史无前例的利好时期。The New York Hudson Yards had a total investment of $1.3 billion, and $600 million of that was raised through the Wylian Group. 要花费到91万到92万美金，其中80万美金是5年以后可以返还的，也就是说前后你只花了10万美金，全家都拿到了美国绿卡。钱要多的话就办俩呗，大家在一起，你钱留着又没啥用，对吧？挣钱不就是为了用它吗？攒着就是一堆废纸。